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10月12号，一篇名为《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一文在网上引起极高的关注。文章作者自称斥巨资500元潜入魔都名媛群，潜伏半个月后的感受是，本以为适合富婆们畅聊奢侈品，却进了高配版拼多多群。作者称，群内的成员们常常在群里发各种奢侈品的拼租信息，或者是高档酒店房间和下午茶的拼团信息，如40个人拼团上海某高档酒店房间一晚，均摊下来人均125元等。作者李忠二说，这篇文章火了后，半夜他就被踢出群了。李忠二介绍，9月底有粉丝推荐给自己一个上海名媛群的邀请函，进群门槛是支付宝余额10万元以上，并交纳500元的费用，对申请人的外貌条件没有要求。在某些人气较高的社交 APP 上，的确有不少男性和女性网红博主晒出自己在上海其他高档酒店的照片，其中构图、房间内陈设连所持道具都非常相似。有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戏称是拼团吗？澎湃新闻报道，10月12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国家卫健委、银保监会组织起草的《疫苗责任强制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因疫苗质量问题给受众者造成人身伤害的，受众者依法向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由疫苗上市许可证持有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依法在疫苗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死亡赔偿金每人不低于50万元，伤残赔偿金根据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鉴定书确定。所谓疫苗责任强制保险，是指以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因疫苗质量问题及疫苗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或者药品注册标准，影响安全、有效及质量可控的，造成受众者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青岛卫生健康消息，10月13号0至24时，我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6例，均系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确诊病例7，邵某某，男，57岁，出租车司机，10月11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确诊病例8，刘某某，女，83岁，10月12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确诊病例9，孙某某，女，27岁，是胸科医院在院患者，10月12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确诊病例10，李某某，女，23岁，是胸科医院在院患者，10月12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轻型病例。确诊病例11，吴某某，男，25岁，是胸科医院在院患者，10月12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轻型病例。确诊病例12，刘某，女，25岁，是胸科医院在院患者，10月12号确定为无症状感染者。10月13号，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确诊为普通型病例。截至10月13号24时，本次疫情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12例。青岛新闻网消息，青岛的密切接触者为什么增长的那么多？14日上午，青岛市举办的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市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张华强介绍，最近几天此次疫情密接增长的比较多，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此次发现的确诊病例主要是集中在胸科医院，出现了确诊病例以后，第一时间就要追踪密接。从昨天开始到今天，相对来说病例出现的确诊比较集中，所以密接相应的增加比较多。其次，专家组经过综合研判，认为这些病例跟胸科医院的关联程度是越来越高，建议把医院内封闭管理的所有人员全部判定为密接，最大限度地去控制风险。
再次，密接的管理、追踪和排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天公布的数量是在变化的，这也很正常。澎湃新闻报道，日前，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健在央视 CCTV2 财经频道对话栏目中介绍，深圳市为初创企业设立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最高会承担一个子基金投下去一个具体项目的40%的风险，就是劣后能够承担40%，规模为人民币100亿元。40%的比例是一种风险补偿机制，让社会上的资金更多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保障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投资人到深圳来。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贪污等等，我们都是免责的。只要培养出一个像类似于华为等等这样的企业，那我们这点钱其实是很小的。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是深圳市人民政府投资发起设立的战略性政策性基金。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联合设立。钱江晚报报道，今年8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一名鳞状细胞癌症患者，而患癌的原因竟然是5年前吃了一条鱼。患者林大伯今年63岁，5年前有一次做酸菜鱼剔鱼骨时，林大伯左手的无名指指甲不小心被鱼刺戳伤，之后出现了红肿、化脓等症状，但林大伯没有重视，简单处理一下没当回事儿，至今仍隐隐作痛。所幸林大伯的恶性肿瘤还没有远处转移，但是林大伯左侧无名指还需要扩大切除截止，并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医生介绍，一般伤口5到10年不好，癌变的风险就很大。这是因为创面反复受伤又愈合的过程中，新细胞在复刻替换旧细胞的时候，有发生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只要有一个细胞变性，癌症就找上身了。如果伤口总是愈合不了，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并通过皮肤镜进行早期筛查。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14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1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发布，报考者可在2020年10月15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提交报考申请。公共科目笔试时间为2020年11月29号，具体安排为11月29号上午9点至11点，行政职业能力测验；11月29号下午14点到17点申论。8个非通用语职位外语水平测试时间为2020年11月28号下午14点到16点。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职位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位专业科目笔试时间为2020年11月28号下午14点到16点。中国青年报报道，14号下午，青岛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目前，青岛市核酸检测采样超过750万份，406万多份已经出结果。除12例确诊病例之外，没有发现新增阳性病例。青岛市曾于12号通报称，将在5天内实现全市检测全覆盖。12人感染后，900多万人将在5天时间内完成核酸检测。这是多家欧洲主流媒体报道中国青岛市最新疫情时不约而同采用的醒目标题。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速度和成效再一次令外界惊叹不已。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提到，武汉曾于今年5月在10天内对全市1100万人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一旦出现新的确诊感染病例，就迅速展开大规模检测，已经成为中国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这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强烈反差。青岛卫健委消息，截至10月14日14时，青岛已采样828万9666份，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截至10月14日14时，全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5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完成2轮核酸检测。除首轮检测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并已及时发布，其余均为阴性。全部完成第3轮核酸采样工作，已出结果351人，均为阴性。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69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完成2轮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全部完成第3轮核酸采样工作，已出结果89人，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59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205494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199184人，均为阴性。社区人群8080925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4716819人，均为阴性。江西省益阳县公安局于14日发出悬赏通告：2020年10月14日0时许，在益阳县花亭街道新建北路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经侦查发现，李有华有重大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李有华，男，汉族，1974年6月13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62326197406130653，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湾里乡西里组人，短发，身高1.7米左右，益阳本地口音，逃跑时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为迅速侦查破案，消除社会安全隐患，请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辨认举报，对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奖励人民币10万元；对直接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奖励人民币20万元。网传作案原因为感情纠纷，受伤的是一名17、18岁的男孩，3名死者分别为伤者的母亲、外婆以及表弟。红旗新闻报道，10月5日，黑龙江省王某一家9人共同食用了自制酸汤子后引发食物中毒，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幸存者是47岁的李女士，她99%的肝脏已经损坏，其他脏器也有损坏，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日均医疗费用约为3万元。中毒原因疑似酸汤子变质。截至14日上午9点，其网络球员账户已获得9000多次帮助，筹集资金超过22万元。酸汤子是用玉米水磨发酵后做成的一种粗面条。经当地警方调查得知，该酸汤子食材为该家庭成员自制，且在冰箱中冷冻近1年时间，疑似该食材引发食物中毒。根据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最新信息，该事件初步定性为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产生米酵菌酸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李女士的儿子张先生说，他们一家3口很幸福，父母都很爱他。他在上海工作，因为疫情和父母已经1年没见了。中国台湾网消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14日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记者提问，台湾防疫部门13日称新增一例大陆输入病例，确诊患者是10月11日自江苏返台，13日确诊，请发言人予以说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10月13日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了解。你讲的台湾有关方面公布的这名台湾居民11日返台后被确诊情况，江苏等有关地方正按相关防控方案开展核查等必要工作。刚刚收到的消息是，昨天对该病例所在企业上千名员工连夜进行采样检测，目前尚未发现阳性病例。大连理工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10月13日早7时左右，我校化工学院一名研究生被发现在实验室身亡，经公安部门初步调查，排除他杀，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事件发生后，学校立即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和家属处理相关事宜。家长失去孩子，学校失去学生，我们深感惋惜并沉痛哀悼。潇湘晨报报道，10月14日消息，网传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潘恩湖校区数十名学生感染肺结核，学生质疑学校检查不严，管理不当。徐州市卫生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感染学生都在医院隔离治疗，接下来他们将对校内人员进行进一步核查，感染人数和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半岛都市报报道，10月14号，青岛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记者了解到，
如果不得已要离开青岛，需要带着核酸检测报告。另外，外地人来青岛不会被隔离，只要健康码是绿色、体温正常，均可自由活动。出行是否受限制？专家介绍，尽量不要出青岛，如果不得已一定要离开青岛，需要在体温正常的情况下带着核酸检测报告。外地人来青岛会不会被隔离？专家介绍，外地人来青岛不会被隔离，只要健康码是绿色、体温正常，都可以自由在青岛活动。浙江电视台报道，一顿婚宴没安排好，竟然给新娘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污点。10月5日，方女士和丈夫在杭州滨江的福朋喜来登酒店办了婚礼，酒席是4500多元一桌的标准，总共30桌，总价14万左右。可是实际的菜品却让他们非常失望，除了波士顿龙虾、笋干老鸭煲、卤鸡、多宝鱼4个荤菜之外，其余皆为素菜搭配的小炒，按当地市场价最多2000元一桌。方女士称，我为了这个事情，结婚完后面的那3天，我天天晚上掉眼泪，睡不着觉，因为婚姻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已经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很大的污点。方女士认为，酒店提供的菜品远远达不到4500元的标准，方女士为此很自责，觉得没有招待好当天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方女士找到福朋喜来登酒店讨要说法，酒店表示中间还有一个第三方，杭州曼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但方女士表示并不知情，以为与自己签合同的就是福朋喜来登酒店。杭州曼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介绍，第三方公司获得酒店的底价之后再加价销售，至于底价是多少，该销售人员表示不能透露。新民晚报报道，近日塔利班武装与阿富汗政府军在该国西南部赫尔曼德省持续交火，美军却突然一反半年多来不介入直接战斗的做法，派出战机多次空袭。据阿政府消息，因空袭而亡的塔利班武装约有80人。今年2月，美国与塔利班达成的旨在把大兵们带回家和平协议，美国将在135天之内从驻扎在阿富汗的1.2万名士兵中撤出8600人，并在停火得到遵守的前提下，在14个月内全部撤军。作为条件，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其成员以及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成员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特朗普之所以急于撤军，是因为当前他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单实在有限。几个月来，塔利班果真停止了对驻阿美军的攻击，驻阿富汗美军甚至已经创造了在阿富汗无战斗减员的最长记录。但是协议并没有对解除塔利班和其他组织的武装做出任何规定，因此塔利班数月来一直对阿富汗政府军发动攻势，以图在阿国内和平进程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美军对此心知肚明，但对塔利班的攻势一直没有直接还击。理由很简单，如果美军贸然与塔利班交战，那么花了数年时间才好不容易达成的和平协议就不再有意义，总统讨好民众的撤军计划自然破产。羊城晚报报道，丹东11岁男孩小智，母亲有耳疾，姥姥捡废品，姥爷卧病在床，学习无人辅导，当地派出所民警主动为他辅导功课，还在派出所内建起了自习室。去年年底，民警徐浩在巡逻时发现年近80的老人李桂枝在翻垃圾桶捡菜叶。经询问得知，老人生活贫困，老人的外孙小智学习刻苦，但无人辅导，民警就主动担任他的课外辅导员。疫情期间，小智不具备在家上网课的条件，民警就在派出所里为他建起了自习室。民警还为小智患有耳疾的母亲安排了帮派出所发放反电信诈骗宣传单的工作，帮他增加收入。姥姥李桂枝说，由于母亲患耳疾，小智以前不爱说话，但这1年来孩子活泼多了，经常说自己长大了以后要当警察。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备受公众关注的原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女学生被杀案10月14日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992年3月20日22时许，被告人麻继刚在南京市汉中路140号原南京医学院校园内
发现被害人林某独自在教室自习，遂持铁棍将林某胁迫至该教学楼天井处强行发生性关系，期间因遭到反抗，用铁棍多次击打林某头部。后因担心罪行败露，马继刚将林某拖至教学楼外，将林某头朝下投入窨井后盖上井盖，后又将林某的书包、书本、衣物等随身物品投入旁边另一窨井内。作案后，马继刚因形迹可疑被校卫队员盘查时逃离现场。同年3月24日，林某的尸体被发现，经鉴定，林某系被他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致颅脑损伤，合璧溺水引起机械性窒息而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马继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界面新闻报道，针对杭州蛋壳公寓的公司财务跑路、公司破产倒闭的传闻，蛋壳公寓官方微博回应称，近期部分合作方因与公司存在商业纠纷，采取了过激行为，散布蛋壳跑路、倒闭等相关不实言论、视频、图片，公司已报警处理。目前蛋壳公寓经营活动一切正常，请大家放心。同时，我们也正在积极处理纠纷，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蛋壳公寓公司于2015年1月在北京成立，2020年1月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2020年登陆纽交所的第1支中概股。光明网报道，10月12号，上海名媛群一夜直接火爆全网。有记者多方打听，终于采访到名媛群里的一位女孩菲菲。菲菲是上海本地人，在上海长宁住一套老房子，自己的工资不高，日常也会租衣服穿，自己做饭，用淘宝特价版买1元8个还包邮的发圈，但同时也渴望富贵的生活，所以选择拼团。在菲菲看来，自己的行为很正常，觉得很坦然。澎湃新闻报道，10月13日，据彭博社报道称，大连万达集团旗下的美国最大连锁影院 ANC 正在考虑一系列的选择，来度过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可能申请破产以缓解债务带来的负担。受到疫情的影响，院线客流量较此前下降了 85%。有分析师表示 ANC 的破产已成定局。另外，有消息人士称 ANC 的现金很可能很快就会用完，因为有新的迹象表明，目前的现状正使得 ANC 接近违约。对此 ANC 目前拒绝发表任何评论。ANC 成立于2007年6月6日，是美国最大的连锁电影院运营商，拥有600多家分店。大连万达集团曾在2012年以26亿美元的交易金额购买 ANC 娱乐100%股权，这是万达在海外的第一笔收购。得益于这笔并购，使得万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并购后 ANC 短时间内扭亏、上市等表现，也使得万达在1年半的时间内投资收益翻番。今年以来，电影院受到了冠状病毒的严重影响，自3月份新冠肺炎感染率上升，迫使 ANC 关闭影院并让大部分员工休假以来， ANC 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近年来 ANC 利用债务重振影院的新席位，并收购竞争对手如 Carmike 和 Odeon 电影院。